在相同的赛道跑完马拉松，还是有很多的跑者会有不同的感动点，会有不同的眼泪，就是因为每一次的马拉松都是未知的，所以那个故事都是很不一样。那时候我也不是什么全国冠军，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然后老师就这样子的照顾我，到现在我终于完成了，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因为这个时候我回家真的很穷，一个正式老师的薪水其实都是算得出来的，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老师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老师一直都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指导。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他就像我的爸爸一样，因为我从小就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所以我也答应老师，他的后半辈子我一定会照顾他，能够为他尽上最大的孝敬。嗨，大家好，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终于完成国内马拉松了，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激动呢？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渣打台北公益马拉松，我是没有完赛的，所以其实当时的心情我非常的低落，其实对自己也是非常的难过。那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了一些可能运动精神啊，或是未完赛的一些心态上的一个调整。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年底的时候能够完成台北马拉松，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大家也知道，我从今年的暑假的时候开始准备柏林马拉松，遇到了高温，非常的痛苦，最后完赛时间是2个小时35分。再到10月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以及长荣的10公里拿到了冠军，再来到了桂林的半马，打破了13年的个人的最佳成绩，跑了1个小时08分55秒。再到这次台北马拉松，完赛成绩是2个小时29分12秒。虽然没有突破我的个人最佳成绩，但是所有的训练过程点滴都在我的心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现在已经不会只用打破个人最佳成绩来定义我自己，而是我更注重的是在过程当中的心理成长以及过程当中的收获。其实在今年初的渣打马拉松结束之后，有非常多的关心我的朋友啊，问问看我的身体状况是如何的，那对于马拉松的想法是什么。我一直很想要完成自己在台湾的一场马拉松，所以这件事情是一直放在我的心中的。那也到了柏林马拉松完之后，我觉得我相信我已经有能力可以来挑战台北马拉松了，我才跟大家正式的公告说我要准备台北马拉松这件事情。因为在没有完成柏林马拉松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是如何的。那因为你不知道身体状况是如何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心会有点缺乏。那其实我透过柏林马拉松的完成，其实是蛮大一部分提高我的当时的一个自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不管是我的学生、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赞助厂商，他们都非常的给予我鼓励，希望我能够在这次台北马拉松能够顺利的完成。在过往我自己的训练当中，可能会安排1周2次的间歇的强度，然后搭配周末的1次的长距离跑。那这一次我的做法有点改变了，我改成是1周的1次的强度搭配1次的长距离跑。很大的一个改变是说，我在我的强度课表的前跟后，我会加1次有氧耐力跑。那这个有氧耐力跑大概会落在15到20公里，所以我会等于20公里的大概4分半的配速跑完礼拜2的课表，再接着礼拜3跑一个乳酸阈值的强度，或者是稍微是比较强的10公里的1公里的配速跑，那大概可能都是跑8到10趟。那在礼拜4会跑20公里，所以等于是一个 set， 我简称叫做3明治跑。中间的主要是乳酸阈值的强度，那前后礼拜2、礼拜4会跑一个有氧耐力跑，来去增加自己的一个抗疲劳的能力。那这一次在准备台北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我也首次在自己的训练周期当中安排了1次35公里的长跑，在福和桥河滨，那时候跟兰弟还有我们阿良学长，最后完成35公里。其实我当时就知道说，台北马拉松应该是可以完成在2个小时30分内。不料呢，大家知道的，身为光头的我，自带光；身为叫做李汉轩，自带日字旁；创立了曙光，自带了阳的属性。
所以呢，我的学生说再也不跟我报同一场马拉松了，因为今年只要我有参赛的时候，所有的比赛都是热，所以他说我是自带热属性的教练跟选手，以后不敢跟我报同一场马拉松。从柏林的高温27度到桂林22度到25度，再到台北马拉松，今年又湿又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就说，近几年台北马拉松都没有那么热，因为教练你都没有很认真的准备比赛。不是没有很认真的准备比赛，是因为我都有伤的状况。那今年终于能够好好的准备第一场全马。在这一次台北马拉松的时候遇到这种热的状况啊，其实我想说，基本上我已经把我的跑量练到了将近490公里了，当然还没有突破500，因为其实在整个训练上，我已经在10月、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原则上我将近1个月只休1天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安排。那我自己觉得我的整个身体的抗疲劳的能力是比之前来的更好的。那在这一次的台北马拉松，我的补给当中也加入了非常多的电解质。我自己是抓每个小时我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钠，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效的，所以我将近大概7.5公里，我就会吃电解质的胶囊。那在这样的方式下，我觉得让我在后面其实尾段的时候不会像柏林马拉松的时候，那时候掉速了这么的多。那我觉得这一次台北马拉松有一个还蛮棒的一个状况是说，自家人的加油真的让我非常的有感。就是你跑在路上的时候，你会遇到半马的跑者，然后你也会遇到观众然后粉丝，然后就会说光头教练加油，不要放，撑住，前面追得到。所以其实我原本是从我记得是国内第5，然后后来追到国内第3，其实这一个过程都是有大家加油，然后才有办法去做到这一件事情。那回忆起当天的早上，5点15分先到我们曙光的一个集合点，然后安排我们的教练，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暖身操，然后我们一起精神喊话，一起为大家的台北马拉松加油。那当天也有 UP 的训练营跟艰辛的训练营的伙伴一同到场，然后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台北马拉松去做准备。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些趣事啊，就是说，我自己也发生了一些状况，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以后不要跟我发生一样的状况。因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对我在赛前的比赛心理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自己热身的习惯是不穿比赛衣服热身，因为会怕热身的时候流很多汗，然后让比赛衣服湿掉。所以当时我就请了一个朋友，他帮我拿着寄物袋，然后我跟他约在某一个地点汇合。那可能是我们在沟通上没有沟通清楚，所以我到比赛前8分钟、5分钟的时候，我才拿到我的号码布。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紧张，我当下想说，哇，我还请旁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帮我用 Instagram 打电话，但是都没有接听。我靠，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弃赛吧？我当下真的想说，那时候我这个你知道吗？心突然好像被抽干的感觉，然后整个慌了，然后我整个肌肉忽然没力，然后后面我就到起跑拱门，就我的朋友就在那边，因为可能是沟通没有沟通清楚，所以还好最后我拿到了号码布。拿到号码布的时候，我也赶快去旁边再做一些加速跑。可是我当下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又重绑鞋带。那其实我做加速跑的时候，那时候脚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我重绑鞋带之后，起跑的时候，我的脚一直是松的，就代表说我的鞋带可能没有把我的脚包好，让我的脚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2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请大家记得，就是如果假设你要热身的时候，让你的背心不要湿的话，那你就干脆短袖套在里面，让背心套在外面，然后确保这个号码布一直都是在你身上的去做热身，就可能尽量不要有转交的动作。想说，有朋友帮忙，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因为真的当下找不到号码布的时候，我的心真的超慌，我真的超慌。对，因为我想说，我会不会因为就这样子找不到我朋友？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第2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建议跑者可能在加速跑完之后，你不要再重新系鞋带了。你要确定你加速跑的时候，那个鞋子的稳定度就是最好的、最舒服的。因为重新系鞋带，你可能站上起跑线的时候，你不知道真实的跑感会是如何，所以你会变成是你起跑后跑出去了，你才知道说当下的脚感会是如何。所以这2件事情是这一次台北马拉松我发生在我自己的状况。还好这一次比赛的时候，我的脚虽然一直在晃动，但是过程当中是没有脚痛问题。是到了比赛完之后，我的脚的这一个外侧的骨头才有挫伤，变成是我当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遇到我的时候是掰开，因为我这边骨
头有撞击的一些挫伤。那现在在拍摄影片过程当中，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走路功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在我比赛完之后，我马上去做了恢复，就是赶快去用因特波跟结构性的治疗。那医生说摸摸看这个肌腱跟活动的状况，应该不是伤到肌腱或韧带，比较是伤到骨头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聊到比赛的时候，那起跑后因为我的左脚一直在找脚感嘛，所以其实我应该想说，应该是能够撑得住，因为至少我的速度上是可以维持的。那我出发之后，我抓一下感觉就确实有点闷热，但身体上还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补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赶快在7公里多的时候就要把电解质补起来。起跑后，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跟着女子的第一集团，那当时的配速呢，就大概落在3分24到3分20之间，所以我们第一个5公里通过的时间大概是15分50上下，那10公里是33分40，所以其实跟我赛前的希望能够达到sub 225是刚刚好的一个数字，就是可能稍微略快一点点。那到了12到15公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集团的速度一直在维持，甚至有点更快的情况下，我就大概12到13公里，大概在中山桥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往后退，继续跟着这个集团。他们可能前面半马会跑70分，甚至71分出头，对我当下的体感可能是负担比较大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独跑。所以从13公里开始，我就一路独跑，基本上到终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左脚的状况一直都有一个晃动的情况下，呼吸上我觉得是还蛮 OK 的，还蛮算稳定的一个状态，没有到很喘。困难的点是说，这一次的台北马拉松，我相信大家都有遇到，就是从这个北安路这一段开始就逆风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过程当中，我自己会一直去把我的身体的摆动尽量的不要太大，甚至我会改变一些我自己的跑动的一些方式，我会让我的步幅缩小，然后让我的步频变得是比较轻快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到了比较顺风段的时候，我才会把我的步幅拉回来，然后把我的手摆回到一个比较我习惯的一个幅度。那我觉得这样子体感的一个变化，答应到这个顺逆风的情况下，我觉得效果是还蛮不错的。到了半马的时候是72分19码，其实这个数字跟我在跑柏林马拉松的时候差不多。那其实当下的体感我也觉得没有差很多，不过因为台北的气温其实还是比柏林的当时的高温来的好一些。不过柏林的后面的赛道真的是比台北马拉松后面的赛道好跑太多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跑环东高架，哇，这个风真的是大到我有一点吓到。所以其实在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的配速是从大概330直接掉到340多，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先以体感来说，我就维持在340。然后其实到很后段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看表了，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只要能够维持体感，然后步频不要掉，我相信我就可以在2个小时30分内完赛。那其实当时最让我心智上能够撑过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完成国内第一场马拉松，就是我希望能够再把这一场马拉松能够完成下去，所以一直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完成，我一定要完成。其实一直有这个脚踝不稳定的状况，然后我不小心可能太专注在跑了，然后我就踩到铁条，哎呀，我真的就是吓到，真的当下突然原本是很稳定的节奏在跑动，突然滑了一下。然后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上环东的时候那边都是雨嘛，所以其实有一段跑的时候我是这样在跑。为什么？因为我把我的手做更多的这个额状面跟水平面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脚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下坡真的是超级痛苦，那个环东的长下坡，我真的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跑完这个下坡？我一点都不想跑下坡，因为真的太滑了。所以让我在后段的时候跑起来就特别的费力，因为第一个路面湿，然后再第二个就是比较多的一些转弯，所以我转弯的时候我都会变成是那种很小的小碎步，有点是直接把速度荡到再拉回来。还好我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做蛮多变速跑的训练，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相对还好，是我的训练是有做过这件事情，不会是说减到0在加速的时候会变得很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比赛啊还是安全第一。所以其实当我知道说我已经有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不会硬勉强要把速度提高，然后为了速度而牺牲安全这件事情。所以像我已经知道说水门里面也会有铁条，我在进水门的时候，我也是将近快要用走的方式进去。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安全的送回到终点线，那下一场马拉松就能够随时等着你。那进到这个水门之后啊，我自己后来看这个数据啊，大概就是落在3分35秒到3分30秒之间，数据上是有提升的。而且彩虹桥的河滨遇到很多熟悉的曙光的伙伴啊，很多来帮忙台北马加油的粉丝啊，好朋友们，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一段又更有力气了。到了哪一段是最没有力气的？就是我们的
鸭头那一段哦。那一段哦，我后来看数据，我是直接掉到4分数，就是中间有一段被吹到剩下4分数，然后再回到3分40。哦，那一段我完全没有办法看表，因为我知道说应该会蛮惨的。我就是完全就是踢干跑，而且我为了准备这场台北马拉松，因为我刚好是住在新生公园附近，然后所以我都会从平安太古处那边的水门进去，然后绕鸭头回来一圈，刚好是13公里的一个有氧慢跑的一个路线。我一直自认说我对这个鸭头算蛮熟悉的，但是马拉松永远不是你可以想象的。即便你在这个赛道做了1000万次的赛道模拟，即便你跑了台北马拉松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的状况、每一次的体能、每一次的心理都会不一样，所以都是要当天实际的状况去跑的时候，你当下的临场的反应能力去做出选择，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些困难。当然，你做赛道模拟跟心态上的一些意向训练一定有帮助，但是我觉得马拉松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永远都是未知的，永远都是未知的。所以为什么在相同的赛道跑完马拉松，还是有很多的跑者会有不同的感动点，会有不同的眼泪，就是因为每一次的马拉松都是未知的，所以那个故事都是很不一样的。经过了这个鸭头的折返，我也是减速，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折返也是有点滑，我也是减速，然后一折返之后又是逆风，哇！就是整个顺利，一直到出了水门之后才稍微好一点。那出了水门之后呢，我就看到那个有人跟我说还有机会2个小时半，我又整个醒了，赶快再想办法加速。然后到了看到40公里之后，算一算，应该有机会229，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想办法在南京东路的时候，狂把我的手想办法摆快，很喘，那时候真的很喘，已经整个身体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无氧的一个状态了。然后看到终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228，然后我知道说可以能够完成了。然后当下看到22912，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感谢，就是上天的安排，让我能够完成这一场赛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事件的感动，而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发生，然后也非常感谢最后我找到了我朋友，我拿到我的号码布。他说他那天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一直找不到我，我也非常的紧张。然后因为他跟就是伊娃，他是2个是在一起的，然后他们都说他们快吓死了，因为伊娃当天有帮我拍短影嘛，大家有在 Instagram 看到，所以其实我们最后就还好能够顺利完成，我非常感谢他，也非常感谢我的摄影师法夫，然后非常感谢就是其实当天有非常多的伙伴有在中途帮我摄影啊，包含定向越野国手冠宇啊、Tony 啊，很多的伙伴非常的感谢你们。那其实非常感谢我的老师潘瑞根老师，因为在比赛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要好好准备这一场比赛，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他也会到比赛现场。那其实我后来在舞台上看老师的时候，我是非常激动到有哭泣，因为我们真的完成了。因为我上一次跑227的时候，老师也在现场，然后这一次我再次跑进2个小时30分内的时候，也是在老师也在现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其实你们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是阿嬷带大，然后我从小就没有爸爸。那老师其实对我来说是就像我的爸爸一样，他从小的时候就照顾我。你们知道，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那时候我坐上老师的车子，然后跟老师讲我的家庭状况。那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很有成绩的选手，我也只是一个才在国3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资助我高中3年的学杂费，然后每个月还给我2000块的悠游卡。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是什么全国冠军，我只是一个5名小卒。然后老师就这样子的照顾我，到现在我终于完成了。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家真的很穷，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正式老师的薪水其实都是算得出来的。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他这样带着我们。因为想到小时候真的很皮，因为以前也是很不懂事，很常惹老师生气。但是老师一直都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指导。
不是读成人高中的话，我也不知道现在会变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高兴，这辈子能够做他的学生。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我的成长背景当中，跟老师是密不可分的啊，就像我的爸爸一样。因为我从小就是没有爸爸的孩子，只是老师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父爱。所以我也答应老师，他的后半辈子我一定会照顾他。因为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因为老师也没有小孩，所以我希望作为他的徒子徒孙，能够为他尽上最大的孝敬。对，所以到现在终点看到老师真的很开心，而且这几年经历了很多运动伤害，老师也还是一直很鼓励我。虽然要说，就算没有办法回到跑道也没关系，因为你在做的事情已经帮助很多跑者，所以我一直很努力。我想说，以前就一直跟老师约定，希望能够跑出好成绩，虽然后面一直受伤都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觉得今年能够回来，我真的很开心。所以这几年不管是首尔马拉松，或是阿姆斯特丹马拉松，到明年的香川马拉松，都希望能够带老师去，因为我知道老师年纪也很大了，不知道他未来什么时候会不能走，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多带他去看看世界，做我能做的。对，不好意思，太激动，我没有这样做。对，所以在终点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动，因为真的很多年了，从高中到现在已经16岁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而且我的10000公尺跟5000公尺都是在老师的指教下，也包含2012年的台北半马都是在他的指教下铸造的。对，虽然希望未来他还在世的时候，我能够再把一些成绩突破，我相信就是能够对他的指教做出最大的努力。对啊，所以今年台北马拉松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终于把它完成了。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对啊，而且经历了这么多的运动伤害，我觉得真的是很艰辛，真的很艰辛，真的很不容易。对，所以那当然今年曙光的学员，包含前进百捷也都还有艰辛也都完成了很好的成绩，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在日常的训练，然后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们的团队，然后我们才能够把最好的给大家。然后我觉得无论是有没有突破成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跟马拉松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学到准备，然后到过程，到这个完赛，那这些过程我觉得都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你会从训练当中的辛苦啊，或者是伤害，重新的去认识自己，去感受自己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马拉松最重要的不是当下那个成绩，而是你在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把这些精神跟你的生活当中去融入。我也跟他们分享说，很多的跑者一开始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也会想过说，会不会有一天自己就不跑了，然后或者是因为不过不了成绩，然后就不想跑。我说，因为你们这个阶段啊，你们把跑步当成是生活的目标，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目标，你才会想要跑步。没有目标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想跑。那其实对于教练我来说，这已经是我生活的方式。什么是生活方式？就是在这几年我也没办法突破个人最佳成绩啊，我也是一样会去跑。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它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是上班族，因为上班所以会喝咖啡，因为怎么样？因为他达成他的生活的目标。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上班族，就算没有上班的时候也会喝咖啡，
为什么？因为船之间他已经把喝咖啡这件事情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过程当中，很多的跑者我相信应该也有跟我一样的体悟，就是一开始从生活的目标，可是渐渐的，就算没有办法突破成绩，他也是很喜欢跑步。就算没有办法去比赛，他也是喜欢跑步，他也是会跑步，因为这已经变成是一种生活方式了。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未来的过程当中，能够慢慢的把跑步变成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只有目标才喜欢跑步，才热爱跑步，而是让它深植在你的心中。OK， 好了，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对，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支持我的所有的伙伴。那接下来就要迎接2026年了。26年目前确定的比赛应该就是香川丸龟的半程马拉松跟人寿的半马以及芝加哥马拉松。大家记得哦，芝加哥马拉松是我的生日哦，会不会报名？有没有报名的？注意哦，光头神童要出没喽，光要出没喽。好了，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我们明天见，大家拜拜。